欢迎大家收看 Ten Minute Mandarin。第一次约会去哪里既新鲜又优雅？能做些什么？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烦恼，有些期待又不想尴尬，又或者像男生是不是一定要买单这一系列的问题。让我们出去走一走，问一问大家有什么看法。第一次约会的话，你比较喜欢男生带你去哪里呢？是只是吃个饭、看个电影，或者还会有别的更有趣的活动？第一次约会，我希望他带我去吃饭，或者是叫上更多的朋友一起，这样我觉得会没有那么尴尬。去玩桌游啊，或者是剧本杀这种是我比较喜欢的。吃饭就好了，我觉得吃饭或者看电影都可以。我一般都是去运动啊之类的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。就吃饭看电影太无聊了。如果说你跟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，我觉得地方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跟谁在一起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跟我老公的话，我们其实婚后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去太多的地方。我们两个在一起的约会的地点基本上就是电影院，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了很多年，所以也挺浪漫的。吃火锅，吃火锅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只喜欢吃火锅，然后对，吃完之后就各回各家就好了。第一天约会就这么简单吗？对，那不然要多麻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会跟他约会，一般应该是我喜欢他吧，不然我也不会跟他出去吃饭，对吧？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最简单就好啦，就不需要太麻烦这样子。如果你第一次带一个女生出去约会，你一般会带她去哪里？是只是吃个饭呢，还是会有一些别的更有意思的创意的活动？第一次嘛，第一次出去，那通常就吃个饭吧。第一次的话，如果是熟络一些了，才会有一些别的活动。不会带她出去玩点别的吗？通常第一次可能不太会，目前来说不太会啊。好，一般都是吃个饭，然后看个电影啊。然后还有别的活动一般都没有了。不会带他去玩点别的，比如说密室逃脱之类的？因为我自己也比较怕密室，所以我一般不会带他去，说不定到时候就是我扑他身上的，不是他扑我身上。我觉得是更有意思的活动吧，就比如说也是去海边这样走走散心，聊聊天，更彼此深入了解彼此这样。可以形容一下你最美好或者最有意思的约会是哪一次？你们去哪里做了些什么？为什么会非常的印象深刻？我觉得可能约会的话，可能还是我们俩的第一次见面吧。然后到现在的话，就是还是会记得当时的一些情景。那天晚上是在湖边，然后喝了点小酒，然后互相聊了一下。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聊得很投机。因为你就是觉得这个对方男生还不错，而且聊得也很投机，就是聊天的话都是如沐春风那种感觉。其实就是地点就都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很重要。这样。最有趣的大概是我们在一起1周年的时候吧，然后我男朋友带我去了一家很漂亮的餐厅，它有一点点像一个洞穴。不太好找，然后我男朋友就牵着我的手进去，然后进去前台也是没有人的状态，进去深入那个洞穴之后才会有人来接你和你说话。进到那个餐厅之后，男朋友就提前跟他们说用玫瑰花还有气球布置了场景，然后就觉得非常感动。对。就是我有一次，我和这个朋友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生，我们3个人去的厦门。就是你感觉很纯粹，就是端午节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用考虑，就每天起来就在那里玩。完了之后，就是他们会去定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会做好攻略什么的，但是我完全不会，就是我跟着他们玩就好了。然后整个人很惬意的，而且就是对不起，虽然跟那个女生朋友就是没有在一起玩了，但是还是觉得当时3个人一起的时候是很美好的一个感受。然后就是你可以坐在海边，然后吹着海风，然后我和他就在那里拍照什么的，就很开心，你什么都不用考虑。但是现在开始当打工人之后，感觉好累哦，我很想回到当时就不用打工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很美好。其实我觉得怀念的可能不是那个人，也不是那个时候，就纯粹是因为现在已经回不到那个时候了，所以就还蛮喜欢当时的。我有一次跟我男朋友去上海玩嘛，然后去东方明珠有一个旋转餐厅里面吃饭，然后本来就是想的说是
那个地方又好吃，然后环境又好，然后结果我俩去吃完之后，转头去楼底下又吃了一个麻辣烫，印象很深刻。当时是没有吃饱。对，觉得比较有意思。就是我俩经常干这种事情，然后去一个很好的那种西餐厅吃饭，吃完饭之后，哎呀，算了，还是那种火锅啊那些比较好吃，就去吃小吃什么的。可以形容一下你最糟糕的一次约会吗？发生了什么？最糟糕的一次约会啊，怎么说呢，就挺尴尬了吧。就是我跟那个男生去，买吃的，然后他不是请我嘛，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，那个老板娘还试探性的问我说，要不要让这个糖水多加一些料？我犹豫了一下，那加料的话要钱，那不加料的话，那就给他省钱呗。我想了一下，那个老板娘还再三的要求，我想还是算了，答应吧，看他是什么反应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把那个，就把那个糖水拿过来了嘛。然后我跟他一起喝那个糖水，结果那个，男生看到我没有把那个糖水喝完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也太贪心了！你看这个糖水都没喝完。”然后我觉得说，至于吗？我就糖水没喝完而已，为什么拿这个事情说我贪心呢？那我再请回你不就可以了吗？我这个人也没那么小气，对吧？就最糟糕的一次，对。有一次，虽然我跟那个男生去吃我很爱吃的火锅，但其实不算约会，就是两个人出去嘛啊。然后呢，他就，就是其实还蛮在意男生，就是那种我不需要你请我，我们可以直接 AA， 但是你表现出很怕我说要你请我的那种感觉。不过是一个几百块钱的火锅而已，你不用担心好吗？如果你在意的话，你跟我说我请你都可以。就是他害怕到就是那种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说出口跟你 AA 这件事情，让人很不爽。你懂这种感受吗？我不在意，我不在意这几百块，就是你不用这么担心好吗？我不会想坑你的钱，我不缺你这几百块钱，所以算了，下次就已经对火锅。没有啦，我骗你的。对火锅还是没有阴影，还是很喜欢吃火锅，只不过很不爽，会跟他一起吃火锅而已。就是对于这种斤斤计较的价值观，实在是有点欣赏。对，就是我可以直接跟你，我不在意，或者我请你也 OK， 但是你不能就是一直在想，如果你很坦然的说，要不然我们直接就我都不觉得会怎么样。但是你很害怕的样子让我很不舒服，就会觉得 Oh my god， 你不会差这几百块钱吧？这种感觉你懂吧？就是刚初见一个网友吧，就可能是线下见面第一次，然后当时我们还没有聊得特别的熟，他就说先见一下，但是就见面了之后就发现不是很有眼缘，不适合我的类型，然后他就一直在。但是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在分享他的事情，但是其实我并不太感兴趣。然后回去之后，他就说：“我发现我一直在说我的事情，你根本就没有说你任何的事情。”然后之后我就很尴尬，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。然后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对，是我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当时也是跟一个男生有出去约会，也不算是约会，就算吃个饭吧。然后你知道，其实大学的时候可能自己就不是很有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但是你出去的时候的话，可能你也不会说想要男生就全部付这个钱嘛，然后可能想说要不要 AA 嘛。但是男生的话，他可能就是他可能嘴巴上说是要请你，但其实他也没有想要请你，然后但是就付钱的那一瞬间其实有点尴尬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就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有点尴尬，就是可能就是男生他可能说要付，然后可能你当时当然其实当时那个 AA 的水平可能也有超过当时自己的一些经济状况，所以可能你也没有说特别主动的要求，但是男生可能还在等你的那个瞬间，可能又让自己有点尴尬，你知道？你明白那个感受吗？有一次要去那个游乐场玩，结果我们两个到半路吵了一架，吵完架之后，到了那个游乐场门口关门了，结束了。最糟糕的一次可能就是他带着他朋友来，然后我站在他旁边，他跟他朋友聊得很开心，我一个人在旁边挺尴尬的，这可能是我认为比较糟糕的一个情况啊。
那全程你都没有怎么讲话，很尴尬吗？对，差不多，我就在旁边走着，可能就是这样子。那天约会你们干了些什么？没干什么，他就一直跟他朋友聊，然后我就那天好像是去深圳玩，我记得是去深圳玩，然后3个人在那里走，他们聊得很开心，我在旁边很尴尬，就这样子。一般我们出去约会，尤其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都是男生主动买单比较多。那你对于一个比较喜欢的男生，你会主动提出买单或者提出 AA 吗？会，我和我男朋友就是刚刚开始约会的时候，我每次都会主动 AA，我都说了主动 AA， 因为觉得2个人关系还没有那么的熟悉，而且如果是他带我去到一个消费比较高的话，我觉得全部让男生一个人去买单会让我有一点点压力。对，我应该不会，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我就觉得虽然说2个人一起吃饭然后 AA 很正常，但是我更希望是男生主动买单，是这样子。那第2次的话我可以请，我觉得没问题，但是我希望第1次他至少就是表现出对我的一个诚意，是这样子。虽然说1顿饭没什么，但是我可以在第2顿请。对，如果你第一次见面就跟我 AA， 我会觉得这个男的可能不太喜欢我，那我肯定不会再跟他有第2次约会了。我不会，我会让他先表态。如果是就是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男生很喜欢一个女生，就不会让他去买单。我就会去试探一下要不要 AA。如果他接受了我这份 AA 的话，我反而觉得他会对我不够喜欢。对，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喜欢他的话，他应该就要承受这一份。对不起，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男生就是应该既然他会约我出去吃饭，他也已经明确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了，那他也对我有意思，对吧？那既然他也喜欢我，为什么我还要去主动承担这一份？就是我们谈恋爱也好，或者怎么样也好，就是你一定要多付钱的，那不然呢？我跟你谈什么恋爱？我图你的人吗？当然图你的钱啊！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再声明一下，我真的希望女生出去 AA， 不要觉得说就是什么就是那种什么女权呀或者怎么样的话，女权不是说这一点你跟男生出去他有能力，为什么不让他付钱呢？要你跟他 AA 呢？如果他连这一点钱都没有，谈什么恋爱？没有钱就不要谈恋爱哟，也不要结婚哦。我真的就只有这一个，就是我还是觉得我不支持 AA， 我也不支持女生付钱。就如果你跟你自己的朋友出去，当然 OK 啊，但是你喜欢的男生是你喜欢他也喜欢你那为什么你要付钱呢？对吧？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，男生他一般也不会让你买单，我会选择下一次就回请他吃饭呀什么的，就属于这种有来有往嘛。也不能只花男生的钱，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分了手之后，万一把他要回去怎么办？工作了之后，如果说你要想跟男生出去的话，我觉得决定我想不想继续跟他发展。如果说我想继续跟他发展的话呢，我可能就不会去 AA。但如果我不想跟他发展的话，我可能想跟他 AA， 就不想互相就是欠着对方。就是还是要分得比较清楚一点。但如果说我喜欢他的话，我愿意跟他在一起的话，如果我就不会太介意这个事情，不会太介意 AA。但是确实这个有点尴尬，就是在如果是在相处的过程中的话，然后就是其实这个是要去拿捏的。我觉得女生还是要去好好的去拿捏。第一次约会的话，你会每次都会坚持买单吗？如果一个女生提出来要跟你 AA 或者主动买单，你愿意吗？基本都会坚持买单吧。对，还没有。如果女生强烈要求要 AA 的话，那就 AA， 这个没问题。就是如果她要求 AA， 我就马上就答应就 A。那如果她提出主动买单呢？那我也会提出要 AA， 就是反过来呗，就是我会要求要 AA 了。就好，那你大多数还是坚持主动买单？对，如果是第一次的话，肯定会自己先提出自己要去买单。我还是觉得 AA 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大家都不是很熟现在。所以互相分担一下还是可以的。好，不愿意啊，就每次都说肯定是男生买单，对啊，但好像身边也有女性，我们那边也会说要强行 AA 这样子，但一般不会，都是男生买单。那如果对方主动提出来的话，你们是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？争吵一下，然后把单抢了，然后就买了。就这样子。
好因为比较 old school 啊。肯定是我买单啦，因为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认为我买单是比较应该的，顺便体现一下我比较大度，就体现我比较，就差不多那个意思吧。那如果那个女生主动提出要跟你买单或者 AA 的话呢？我肯定不让她买呀，我说我来买就行了。对啊，我不可能让女生来买单，而且是第一次，一定要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嘛。对，啊，好，采访结束，谢谢。好。